Your mind is clearer than before. Your heart is full and wanting more. Your future's at the door. Give it all you got. No hesitating.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莉。今天我们没有看楼，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Airbnb 的背后，对不对？对，幕后。好了，在我身旁的呢又是玛丽啦。我们现在是第3集一起了。大家好，又是我玛丽，所以我是 Freehold Malaysia 的创办人。现在我们在吉隆坡经营超过200间民宿啦，最擅长的就是做亲子民宿，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民宿啦。OK， 好，那今天我们就来一个快问快答咯，很直接的。好 ，OK， 好。那关于 Airbnb 的话呢，我们时常都会遇到业主就常问的，或者是一些投资的常问的。那么首先第一就是外国人在马来西亚可以做 Airbnb 吗？外国人啊，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他只要找到一个托管的公司，他把他的房产托管给他就行了。其实他这个跟长租也差不多一样形式，就是外国的屋主他们或者是他们在国外做工，他们根本人就没有办法在这边亲自处理事情嘛，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合约的形式。OK， 好。那么第二就是业主需要申请一些什么执照啊，或者是许可证吗？业主本身不需要，因为我们房产管理公司，我们就是一个我们说 registered business entity， 就是一个登记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公司，所以我们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替他处理。对，所以执照是在你们那一边的，因为业主就是对你的。对的。OK， 好。那么第三就是 KLCC 附近的民宿淡季旺季怎么分？就是什么月份是旺季，什么月份是淡季？这个商业机密啊，没有啦。不过通常呢，我们讲我们做这个民宿行业的，有一些已经跟我一样同行做了很久的都知道，旺季、超级旺季我们都知道了，12月出门肯定是最贵的。对，全世界你去哪里都一样，那个酒店是特别贵的，所以超级旺季肯定是12月。然后马来西亚这里呢，我们还有7、8月是很不错的月份，因为有很多，比如讲中东的顾客或者是中国的顾客很喜欢在这2个月份过来避暑啊、旅游之类的。然后淡季呢，可能是在这个斋戒月的时候，因为其实本地的住客也是，如果我们讲整个马来西亚来讲就是大概是一半。所以淡季的时候就是我们说斋戒月，所以你可以注意到，就算是酒店呢，在斋戒月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OK， 刚刚所谓的斋戒月呢，就是马来人的新年前1个月，对，他们就是不能禁食嘛，白天的时候。对，斋戒月就是1个月的月份而已啊，通常是在2月或3月的这样子。对，简短的说一下，就是1月就是可能普通季节，2月是3月是淡季，然后4、5、6其实就是比较旺季的，对，然后7、8、9的话呢是超级旺季，因为我的了解就是中国、台湾还有日本都是暑假。对，对，然后9月可能就跌下来一点，就淡一点点，就普通一点。对，然后11月、12月回来超级旺季了。12月对是超级旺季。OK， 那么我们第4个问题就是旺季跟淡季它的租金会相差很远吗？旺季的话，如果我们拿12月来看呢，我们会大概是多一个30%到40%。OK， 就30%的差别。就比如说平时你是租1000的，然后现在是租1300。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关于物业管理。通常 management 物业管理他们容许还是不容许？你们怎么分？其实直接问他们，然后看那个 house rule 就可以了。house rule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通常人家对于 Airbnb 的预算是在哪里呢？比如说1房的预算，还有2房、3房，他们的预算可以去到多少？其实做民宿来讲如果你是1房或者是studio的单位呢，看你能不能想办法是可以睡大概4个人。如果是睡2个人的话呢，他们的预算通常不会超过180，因为如果2个人睡一个 Airbnb， 如果我们讲我们对标酒店来讲嘛，酒店其实你在吉隆坡地区可能250块以上，你可能可以住到酒店，所以你就比较难去跟酒店竞争，它的优势就可能就不是太明显。可是如果你可以把你的1房或者 studio 可能加多一个床，变成可能3到4个人睡，他们就会觉得非常值得，然后你的价格可能可以维持在180以上。到200多之类的。然后当然越大的户型，比如说最理想的可能是3房4房，因为有很多全家人出游的，而且在吉隆坡这个地区呢，特别是中心地区，3房跟4房的单位是非常稀缺的。像1吨公寓的话3房单位它的入住率可以保持到很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它步行到 KLCC 嘛。你可以想象一下，步行到 KLCC 的单位是很少有大的房子、大的寮的。对对对，因为一般像这么大的房型呢，大家都是自己用的，自己住或者是自己的度假屋这样子，就很少放在市场上做出租。对。
好了，那么来到业主的部分，很多业主在把单位做 Airbnb 之前呢，会有一些顾虑，就是想说，这个单位啊，会不会就是很多人居住啊被破坏，然后自己本身需要去处理很多东西，可能就是顾客的询问啊，然后到后来的清理啊，那一些维修，对于业主来说，他们需要做的东西是在哪里呢？所以屋主是如果买了一个房子他是还没装修也好，装修也好，他可以让我们进来去给他这个我们说专业的咨询，跟他说。怎样去完整的配备这个房子，或者装修这个房子，去走入这个短租的市场。OK，我们会以我们过去的经验跟他说需要加什么，需要放多少张床之类的。然后做好了整个装修、装潢或者是装饰过后呢，我们就会直接把这一个房子请专业的摄影师拍照，放上去各大平台的出租。然后你说，你看营运marketing， 顾客的询问全部都是我们一手包办。屋主其实的责任其实也不太多，其实就是我们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东西要做这样基本上是就是他把车子交给我们，我们就还他一个可以开始赚钱、可以赚租金的单位，然后每个月我们会给他一个 report，一个报表，跟他说上个月的收入，一个 summary。的东西，对。那么假设说，房子里面真的是有东西被破坏了，那的情形是就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的专业团队呢，就是不需要老房屋主，我们专业团队呢就会跟住客进行索赔，就是这个索赔的工作就是包含就是跟他沟通啦，就是有些顾客其实还知道他弄坏什么东西，他会愿意赔偿，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住客啦。然后有一些他不愿意的话，就是我们要通过平台向他索赔，然后有必要的话，平台就会从平台的这一个保险那一边去拿回这个维修的款项。所以说如果有发现什么东西是损坏的，是立刻马上知道的，对不对？退房过后，因为我们的清洁人员会来打扫嘛，所以他们发现了有损坏的东西，我们肯定知道，因为平台也会很快去处理。对，因为平台也会要求你一定要在比如说48小时里面，你一定要上这个投诉一个这个报告，这个 report 说有东西损坏你要索赔，如果超过你就不能索赔了。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的团队会及时处理啦。OK 好，所以一个值得依赖的、信任的Airbnb 的营运团队是很重要的。对 ，OK。可是说到这个的话呢，其实我这边发现一个点，因为有很多人说 Airbnb 的单位呢，就是时常被人用然后很多东西会损坏。那其实如果是做长租的话，反而这个风险是更高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租客住在他的单位里面，他长时间下去，我们没有天天问他，你的电视有没有坏啊，冷气有没有损坏这样子的，对不对？直到他住够了1年或2年过后，业主去收房的时候才发现那个问题，到时候要维修的时候，那个费用反而是更高的。是，如果是我本身的经验，的确是这样的。如果是长租的单位就是它的损坏率其实反而更高，因为每2-3天清洁人员来，他顾客 check out 了过后，退房了过后，我们就来打扫。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有漏水我们可以马上知道，然后我们在下一个住客入住之前，我们就已经处理好了set 好了，不然的话，下一个住客就会投诉一样的东西。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们比业主更紧张哦。可以这么说。好了，那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因为目前已经有消息出来说，政府会收紧关于这个 Airbnb 的政策，就是说，可能就是一些住宅不能做 Airbnb 了。那对于你们来说，或者是业主来说，会有影响吗？其实管制方面呢，他们通常会要求这一个进行短租的是一个注册的商业公司，就是可能会限制可能个人方面就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需要这些我们说 business license 嘛，你做这一个相关行业的这一些执照。我们认为其实它是一个挑战，可是同时间呢，其实是把整个短租行业引领去一个更好、更有标准、控制的受控制更有标准的一个 level。对，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说，政府一定要有一些政策来，整理一下整个 Airbnb 的市场，因为目前就是有很多一个人的或者兼职，刚好有空了就拿1-2个单位来做民宿的那一种，就把它可能就淘汰掉这样子。对呀，因为可能其实要不要讲？不要讲人家坏话变成其实都过了，我讲的淘汰掉的已经很狠了好了，那再来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市中心里面嘛，尤其是 KLCC 附近，对不对？有很多的项目呢都是以做 Airbnb 为主的。那以后的供应量更高的时候，会不会影响整个 Airbnb 市场？那肯定会的。不过我觉得每一个管理公司都应该有自己的策略。像我们的公司呢，我们是一直在做差异化，就是以服务跟我们室内就是房子内提供的那个配备去做差异化。比如说刚刚你参观了我的单位嘛，就是说
我们可以让到携带小孩子的爸爸妈妈入住，就完全不用烦恼，就是可以少收很多东西。这个就是我们的市场定位。然后从那边我们做差异化，然后同时间我们也是一直投资在我们的品牌的这个营销，让更多人知道。Feel Home Malaysia 的这个品牌，就是把那个服务的质量跟那个单位的质量维持在一个水平，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去卷入这个价格战。未来的趋势，我们说supply 就是供应越来越多，那肯定是无可避免的。可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从这一群人里面就是站起来，对，脱颖而出，就是每一个房产管理公司自己的功课跟这个策略啦。OK， 结果到后来呢，还是以一个差异化，就是我们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就是同时间也提高那个可以给租客的价值，就好像你说的这个亲子的提供更多关于小朋友的这个入住的舒适的东西这样子的元素，对OK， 很好。那基本上今天的分享应该到这边了吧？好，还有什么问题我还没问的吗？应该是这样，不然这样你的粉丝留言，如果有什么东西想要知道，可能我在留言可以回答，不然就是下一次我们可以再拍。好了，那大家如果对于 Airbnb 这里还有什么谜语思的话呢，欢迎在里面去留言。那我们就今天到这边为止了。好，那我们下一期见啦。好，谢谢，拜拜。OK， 好，就是总的一下，来就是简短的说一下，就是1月就是可能普通季节，2月3月是淡季，然后4、5、6其实就是比较旺季的，对，然后7、8、9呢是超级旺季，7、8、9普通，可以讲超级旺季吗？7、8、9很满一下的嘞，对，7、8、9是旺季。